请大小姐更衣。让开！前世也是这块玉佩。爸爸，女儿给爸爸敬茶。我本安家嫡长孙，出生当天，母亲因我难产而死，父亲是我天生克星，视我为灾星，将我丢弃野外。而与我同日降生的私生女，却被领进家门，受尽宠爱。让我颜面见识吗？你也想入安氏？我安氏集团的100年庆典，只有像莹莹这样高贵的千金才配出席，而不是你这种克父克母的丧门星。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前世我为了那点可笑的亲情，我耗尽心力为安君一生建立了商业帝国，助他坐上安家家主之位，却被他折磨致死。这一世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这谁家的孩子啊？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我和安家的玉佩也是你能戴的。我是安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我凭什么不能戴？长孙安初夏拜见爷爷。你是初夏？是，初夏的名字还是爷爷给起的。爸，他就是个克父克母的丧门星，要是让他回到安家，他不得克死我啊！我现在就把他给扔出去！住手！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动脚，我看没有规矩的人是你才对。10年来未能在爷爷膝下承欢，是初夏的不是，还请爷爷宽恕初夏不孝之罪。不卑不亢，不骄不躁，不愧是安老爷子的孙女。我记得安老之前也是在外流浪了11年，这孩子当真有安老的样子。好孩子，既然回来了，就和你爸爸好好生活。当初我只知道你母亲难产去世，却没有人告诉爷爷你还活着。这是爷爷的不对，这些年让你受苦了。这样，爷爷满足你一个心愿，不管是千万珠宝，还是豪宅资产，只要你说出口，爷爷全送给你。天哪！千万飞上这只变不愧是安家。爸，你放心，不管他得到什么东西，爸爸都会抢过来。算了，没错，他不过是在外面流浪了10年的野孩子，哪能跟咱们家莹莹相比？等这场宴会结束，看我怎么收拾他！爷爷，初夏别无所求，但求爷爷。
想换一个父亲。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换一个父亲？爸，这小畜生刚回来就说出这种不孝的话，这要是传出去，咱们京都安家这面子还要不要了？初夏，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你就不怕伤你爸爸的心吗？不过是随了你们的意，没了我这个累赘，你们不应该高兴吗？是吧，安先生？初夏，俊生可是你的亲生父亲，他亲生父亲，虎毒尚不食子，可我刚出生，他就把我丢弃在野外，整整10年，连问都没有问过一句。这种人还配称做父亲吗？还不是因为你是个丧门星，你从一出生就克死了你妈，要不是你爸丢得快，连你爸都要被你给克死。可笑！可我妈刚出世，她就把你和安莹莹接回了安家。到底我是灾星，还是你们刻意谋划？你们心里清楚。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你出生的时候大事就算过了，你就是个丧门星，就算你饿死在外面，那也是你罪有应得，这本来就是你的命。安俊生，爷爷，初夏扪心自问，从未愧对安家，在外流浪10年，也没有半点怨言。单说我克死母亲是安家的灾星，这错初夏不认，真命初夏也不认。这俊生，他终究也还是你的亲生父亲啊！你，爷爷，你也看到了，他连我一个安家后人的身份都留不下，又怎么可能让我在安家生活？初夏不想再被抛弃一次了，还请爷爷成全。爸，大师当年都已经说过了，这个小野种就是个丧门星，咱们不能……够了！整个江城的大人物都在看着呢。你身为安氏集团的总裁，居然就这点度量，你有没有想过，他也是我的骨肉？爷爷答应你，给你换一个父亲。子轩，这是你三叔安子轩，享誉全球的国际巨星。到你三叔家，爷爷保证一定给你捧成世界知名的挑童星。云龙，这是你四叔安云龙，军功显赫。到你四叔家，你就是大夏的军中小公主，谁都不敢欺负你。这个是你大伯安乐天，他看着我干嘛呀？来，我敬大家一个啊！喝。他就算了，初夏，你选哪家？告诉爷爷，爷爷给你做主。爸，韩初夏好歹也是我的女儿，你让她寄宿在别人家里，这不让别人笑话我吗？让我以后……住口！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大笑话了。我给我住口！你再多说一句，安氏集团总裁的位置也该换人了。初夏，想好了吗？我选他。选了这个废物，这家是疯了吧？初夏，初夏，初夏！
属下。安乐天，只要你死了，安家掌权人的位置就没人和我争了。走，大伯带你去医院啊！上一世，整个安家都视我为丧门星，真正在乎我的只有他。蠢货，放着大夏顶流童星和军舰小公主不当，非要跟着一个废物。野种配灾星，简直一对儿。既然是你自己选的，爷爷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乐天，安乐天，给我过来！爸，你叫我。以后初夏就是你的女儿了，要好好照顾她。初夏要有什么闪失，我饶不了你。立刻发布通告，以后安初夏就是我安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谁要是敢对她的身份说三道四，别怪我老头子亲自上门理论。正好，我也不打算结婚。从今往后我养你小，你养我老，怎么样？记得给我养老。走，大伯带你去医院啊！成交。居然找个烂酒鬼当爸爸，以后有你受的。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哪天你爸觉得你才是那个丧门星，不知道给你丢到哪个垃圾堆里去。哎，你放屁！哎呀，你理他干什么？他就是嫉妒你啊！是，我就是嫉妒。周夫人，其实我略懂面相，你这一看就是克夫之相，小心哪天被扫地出门哦。你敢咒我？有妈生没妈养的野种，看我怎么教训你！弟妹是当我不存在吗？住手！二弟，你是知道的啊，我发酒疯的时候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今天就算了，要是再敢欺负初夏，就没这么简单了。俊生，你看看他们都把我们欺负成什么样了！你跟一个酒鬼较什么劲？老爷子已经插手公司的事了，先跟我回去。这才对嘛！啊，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你管理的产业一堆烂账，再不处理，等银行查封的时候，安家可不会帮你收拾烂摊子。切！不就是车吗？谁没有似的？走！唉，这一届的爸爸真难带。还是我来吧。酒吧每个月亏损几百万，唱吧上个月亏损近3000万，还有这个什么劝酒服务啊，一晚上就要88万，一堆烂账。
站住！小初夏，爸爸出去有点事儿。是又要跟哪个狐狸精出去喝酒吗？怎么会呢？啊，爸爸出去是谈业务的，懂吗？谈业务啊。安少，怎么还不来呀？人家都等你好久了。一天到晚就知道跟狐狸精鬼混，难道外面的狐狸精比我这个女儿还重要吗？这怎么会呢？啊，这些不过就是爸爸拯救的失足少女啊！只有小初夏才是爸爸手心里的小宝贝儿呀！啊，那为什么爸爸丢下初夏一个人？这几天你不是去酒吧，就是在舞厅，一点都不关心初夏。爸爸一点都不喜欢初夏。初夏是个没人要的孩子。哎呀，不，喜欢我的小祖宗呢！爸爸今晚不出去了，行不行啊？我不出去了。我就知道爸爸喜欢的是狐狸精。爸爸，你走吧，安君生不要我，你也不要我，我就是没人要的野孩子。哎呀！爸爸要你，爸爸当然要你呀！爸爸现在就把他们删了，行不行？你看，爸爸基本上都删了啊，是不是？不是，小初夏，不是这初夏，你别乱弄啊！不是你把他们全删了？那就好。我把你之前的账户注销了，又重新注册了一个。什么？我的救生码号啊，见字如面啊！好了，男人最重要的就是成家立业。现在你有家了，也该好好收心奋斗事业了。不就是美女吗？女儿以后给你找个更好的。大小姐让我们陪安少挑灯夜战。大小姐说了，您什么时候把桌上的文件处理完，什么时候才能休息。不是不然他们就会一直缠着你，上厕所也会跟着。加油，努力，女儿看好你。天塌了！怎么生这么大气啊？安初夏那个小贱种，不知道给安乐天灌了什么迷魂药，安乐天竟然改邪归正，要重返集团。什么？也就是说，明天的集团会议安乐天也参加？安乐天的生母当年为了集团劳累而死，集团的高层一直对安乐天心有愧疚。他要是重返集团，那我就……慌什么？你别忘了，安乐天当初可是犯了大错才被停职的。如今董事会都是我们的人，只要我们……老婆，还是你想的深远。安乐天，既然你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了。今天召集大家过来，想听听大家对乐天回归集团一事的看法。董事长，以安大少的能力，恐怕难以胜任集团内部的职务，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这事我不同意。当初要不是他执意要做蓝海度假村项目，亏损了上百亿，导致集团元气大伤，我们是看在您和以不夫人的面子，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不错，集团好不容易才回归正轨，难道要让他再搞垮一次吗？嘿，你什么意思啊你？如果董事长执意让安乐天回到集团，
我现在就辞职。我也是，我也是。你们都安静，吵吵嚷嚷的，把这当菜市场了吗？你们想辞职是吧？现在上交辞职报告，我全批了。俊生，你怎么想的？爸，大哥想要回归集团，我自然是100个赞同。但是作为总裁，我认为大哥不太适合回归集团。不是安俊生，你瞧不起谁啊你？当初要不是有算计，这位置能轮得到你来做？大哥，总裁的位置有能者居之，你害得安氏集团亏损了上百亿，我要是你，早就羞愧的回家了。拿着你母亲留下的股份，每天花天酒地的不好吗？为什么还要回来自取其辱呢？大哥，我说话是难听了一点，但做人要有自知之明。现任总裁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只有他才能带领我们集团走向辉煌。是啊，我也认可现在的总裁。我们也认可，我们也认可，我们也认可，我们也认可。看来此事只能作罢了。既然你说有能者居之，那你敢跟我们打个赌吗？打赌？赌什么？就赌我爸爸能让亏损100亿的度假村项目起死回生。什么？你知不知道蓝海项目度假村亏损100亿的窟窿是怎么来的？安乐天，你有回归集团工作的想法，倒不如多花点心思管管这个丧门星，省得他出来丢人现眼。小初夏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二弟，你该不会是怕了吧？我凭什么和你斗啊？你不过是个只会败家的纨绔子弟，而我是集团的总裁。要是再让你亏个100亿、1000亿的，我怎么向各位董事交代啊？就凭我手里25%的集团股份。你说真的？咱要赌就赌把大的。如果我输了，这25%的股份我拱手相让；如果你输了，你就辞去安氏集团总裁之位。胡闹！乐天，你平时耍耍小性子也就算了，集团股份岂是你当儿戏的东西啊？此事作罢，跟我回去。爸，我认真的。既然大哥这么有信心，为什么不让他试一试呢？爸，您就信我一次吧！啊，蓝海度假村已经烂尾5年了，谁碰谁死。安大少这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纨绔就是纨绔，市值1000亿的股份，随随便便就拿出做赌注送人。乐天，闹够了没有？赌局作废，跟我走。爸，我认真的，我有信心把这个项目盘活。盘活？就凭你，就是把整个安氏都搭进去，也盘活不了。赶紧跟我回去。既然大哥这么有信心，那就让他试一试啊。这安氏的股份败在自己人的手里，也比落在别人的手里强呀。爸，您说呢？俊生，他毕竟是你大哥，你真想把事情搞得那么绝吗？爸，这可是大哥自己提的赌局，他不是想要证明自己吗？我不介意帮他一把，立刻准备一份对赌协议。安乐天，是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我。只要吃下你手里的股份，我就是集团的最大股东，哪怕是爸，也奈何不了我。我只问你一次，敢不敢赌？废物，别让我瞧不起你。赌就赌，谁反悔谁孙子。蠢货，那么明显的算计都看不出来。多谢大哥的股份，大哥对我还真是慷慨呀。我看你还是先好好想想，辞去总裁之位之后该怎么办吧，免得乐极生悲呀。谁都知道
蓝海度假村这个项目已经烂尾了5年，想要重新盘活它，最起码投入200亿的流动现金。你要是能做到，我把头割了，给你当球踢，是吗？初夏，这次爸爸可是赌上全部姓人身家了，要真不成，我只能去天桥要饭了。放心，要是输了，初夏陪你一起要饭。当初江城重点开发打造文旅城市，规划新的新区，就是以荒废的蓝海度假村为中心。当初安俊生在这个项目上捡漏，给集团赚了上千亿，才彻底坐稳了总裁交椅。不过这一次，算算时间，我找的人也应该来了。谁是蓝海度假村项目的负责人？我代表苏氏集团斥资300亿，以寻求合作。什么？我的好爸爸，今天就是你名震江城的日子。苏清雅，你来干什么？安总是没听清楚我说的话吗？我代表苏氏出资300亿，投资蓝海度假村项目。你好，我是苏氏集团总裁苏欣雅，这是我们的合作协议。你好。拿300亿投资一个烂尾项目，这苏氏是疯了吗？这可是必亏项目，安乐天究竟使了什么手段，竟能让苏总裁赔得如此胡闹？乐天，这就是你的底牌吗？安先生。如果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签字吧。哦，好。安俊生，你又想干嘛？干什么？你以为你找苏清雅过来演戏就能够唬住我？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演戏。俊生，你什么意思？爸，你好好想想，咱们安氏集团有着上万亿的资产，但是咱们仅仅能拿出来300亿的流动资金，这就已经是我们安氏所有的家底了。换成是您愿意拿这300亿来填补蓝海旅游项目的窟窿吗？这摆明了就是他和苏清雅联合起来算计好的。是啊，300亿，就是苏欣雅愿意，这苏氏也不会答应啊。就是，肯定呀，是算计好的。安俊生，你玩不起就玩不起，别耍赖呀！我们才没有那么卑鄙。丧门星，闭嘴！苏小姐，今天这里是我们安氏集团的高层决策会议，你一个外人就不要在这里逢场作戏了。识相的，赶紧离开吧。签字。按照合约，初次合作的100亿资金会马上打到安氏集团的账户上。苏清雅，你以为我会相信？等着，苏氏刚才给我们集团打了100亿。什么？苏清雅，你疯了！你不惜调用苏氏集团的100亿资金，也要维护这个废物！你苏氏集团总裁的位置还想不想干了？维护？安总是没看今天的早间新闻吧？江城准备打造文旅城市，而蓝海度假村被列为核心规划区。这是最新的政府批文。这怎么可能啊！安乐天曾经拍下的8万亩土地使用权和度假村项目想要重启，至少需要300亿的流动资金，而这300亿能够撬动20倍的杠杆，也就是说，我们苏氏的回报能够达到6000亿。二弟，多谢你啊，把这么好的项目拱手相让，
这回你输定。爸爸，刚才谁说，要是蓝海项目被盘活的话，就把头砍下来当球铁？你们早就知道江城的未来规划是不是？联合起来挖坑想害我，逼我自己才去总裁的位置，做梦！输不起就输不起，还想往自己脸上贴金呢。锦城，愿赌服输，这是董事会，不是你耍性子的地方。爸，这赌注不能算，大哥这是取巧。一个项目的成功与否，还要看一个人的执行能力如何。我不认为大哥有能力胜任这个项目。合着你明里暗里说我能力不行呗？是啊，任何一个项目都不是靠着一个风口就能成功的。是啊，谁不知道安乐天安大少是我们江城出了名的王，根本没有一点管理经验。我认为让他去操办蓝海项目，欠赌。这个度假村项目一开始就是我提的，然后呢，害得集团损失上百亿，差点进入强制破产清算。大哥，这就是你的能力。我劝你还是自己把项目给让出来，免得再一次做集团的罪人。够了！俊生说的不错，一个好的项目关键还得看执行能力。这赌约胜负，日后再议。爸，好了，有这功夫在这多费口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把项目搞好，怎么服众。不是我，还没看出来吗？集团高层都是安俊生的人，爷爷这是在保护你。我们先把项目做好，有些东西迟早都是我们的。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安乐天，这一次算你走运，下一次蓝海度假项目和你的一切，我全都要。安先生，有空一起吃饭吗？啊。曾经我以为她很美，直到遇见了苏小姐，我才发现她也虚此三分。安先生，请你回到自己的座位。安先生，我之所以跟你合作，是因为初夏几天前给了一份让我心动的企划书。对于你这种不学无术的纨绔，我没有任何兴趣。不是，我不学。这是我在项目初期列出的 K-Pass O-Pass 报表，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苏小姐，哎，还有后面。好。初夏，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后续事项我们随时沟通。好。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哎，不是初夏，爸爸真的长得很丑吗？我纵横情场30余年，我从来没这么失败过呀。苏姐姐那样的女强人，喜欢比她更优秀的男人，像你这样还不够格。等着，爸爸一定把她拿下。哦，对了，
你们刚说的那什么 Capex、OPEX 是什么东西啊？就你这样还想征服苏姐姐？我，回家好好补补基础知识。不是，安乐天，初夏，你们给我等着！你个没用的东西！我才出去几天呀，你就被安乐天那个废物骑在头上拉屎！妈，你终于回来了。你还有脸叫我妈？没用的东西！妈，这事儿都不怪我呀，我也是被安乐天那个混蛋给算计了。谁能想到蓝海度假村那个烂尾项目突然间就成了香饽饽？爸又强势站在他那边，我根本就插不上手啊！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这苏氏集团已经接手，苏天亚肯定会派人盯着，我很难在项目上动手脚啊。那就从人的身上动手。妈，您的意思是？后天是度假村项目的启动仪式，我能算计他安乐天一次，就能算计他第2次。妈，您有办法了。里面都是，把度假村项目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资料全部给我找出来。另外，再给我找几个有能力的执行官。喂，夜店，我不去，以后这种活动就别再找我了啊！从今天开始，我要努力做征服苏心颖的男人。没想到爸爸只是被苏姐姐刺激了一下，竟然反应这么大。果然，美女才是刺激男人努力奋斗的第一动力。可以安心睡觉去喽。早就知道你们不会罢休。这是什么？安乐天本就纨绔成性，不守难得，今天来的又是京中贵族，你说如果他在启动仪式上药性大发，玷污了1、2位贵族大小姐的清白，那老爷子还能保得住他？老爷子就算是再想护他，也会为了安家100年的声誉，将他赶出江城，甚至把他彻底逐出安家也说不定。你把他交给九保，他知道应该怎么做。安君生，你们一家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卑鄙。不过这一次，谁？糟了！没有，刚才这附近还有别人。妈妈说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叫你们赶紧过去。走吧。先生，您的酒。找了你半天，终于让我抓到了。让开！想走，你走得了吗？我再说一遍，给我让开！
要是我不让呢？这就是我和你们说的，在乡下流浪了10年的土包子，回来后被亲爹嫌弃，最后只能认个酒鬼当爸的丧门星。丧门星，没有的丧门星，丧门星，丧门星。我再说一遍，给我让开！安初夏，你那个废物酒鬼老爸可不在边上，看谁还能护得住你。像你这种土包子，就该永远烂在臭水沟里。怎么，想打我？有本事你来啊！你敢吗？这可是你要求的。这一巴掌打你自以为是，自取其辱。你敢打我？这一巴掌打你挡道，不识抬举。安初夏，我要打死你！打死你！这一巴掌打你孤傲自傲，不知死活。我不屑和你这孩子计较，不是你来找我麻烦的理由。让开！安初夏，你敢打我，我爸妈是不会放过你的。那就让他们来找我，反正我也没准备放过他。不好了，不好了！安少爷发疯了，大家快来帮忙啊！快走！救命啊！不要呀！谁来救救我啊！你们干什么？放开他！放开我！奶奶，你这是做什么？自然是严惩歹徒，给大家一个交代。诸位，我安家做出这种丑事，是我安家的不幸，我会将他送入警局，让他受到应有的处罚。安老夫人，这是要大义灭亲啊！送警局，这可要有大新闻了。不过，安老夫人这也太狠心了。狠心？被欺负的可是秦家大小姐，秦老爷子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不给个交代，秦老爷子会和安家拼命才怪。奶奶，他可是你儿子，你这么做就不怕爷爷生气吗？闭嘴！这小丧门星，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正因为他是安家的子嗣，我安家才要以身作则，不然怎么给外界一个交代？没错，我们安家是不会包庇罪犯的，即使是爸过了，也会尊重妈的决定。等你的人渣老爸坐牢了，你就等着被赶出安家吧。诸位，我提议现在就把安乐天送进警局。对，送进警局，必须严惩这种人渣。严惩人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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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你真的要做的这么绝吗？我这也是维护安家的百年清誉。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给秦大小姐一个公道。不愧是奶奶，大公无私。不过，你确定不先看看躺在地上的人是谁吗？你这是什么意思？俊生，爸爸，这怎么可能？让开！你没事吧，俊生？你怎么在这里啊？美女，一起来玩啊！美女，别看啊！来，让哥哥抱抱，抱一抱，抱一抱。这人疯了吧？这真是一场好戏。美女，你跑什么呀？爸爸，你怎么迟了那么久？美女偶尔迟到一次总是可以的。差点错过好戏啊！小初夏，多亏你给我发消息。先生，您的酒。
各位，你们知道飞行模式怎么用吗？啊？Yes， 3分，来，再干一个。当年已经算计过我一次了，还想算计我第二次？出去，要不要把外面的记者都放进来？现在刀子落在你自己儿子身上，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收场。妈，下救我呀，妈！美女，要不要一起来玩啊？让哥哥帮一帮。混账东西，好好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美女，你也一起来玩吧。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带出去！想走，走得掉吗？安老夫人，安俊生在安家签约会上玷污女宾客清白，作为他的生母，您有何感想？安俊生作为安氏集团总裁，请问安家后续会如何处置？谁允许你们进来的？赶紧出去！保安，赶紧把他们赶出去！奶奶，刚才您亲口说要以身作则，现在记者都来了，正好让大家见证一下你的铁面无私。这些人是你们叫进来的。妈，刚才你还说要把我送到警局，不会现在换了安俊生就是了？爸爸，奶奶说了，你和安俊生都是他的好儿子，他会一视同仁，绝不偏心。不过我现在看奶奶腾不出精力，不如我帮奶奶联系治安所吧。你个丧门星，你敢！你们赶快把他抓过来！还有你，今天的事情要是传出去半次，我安家跟他没完！奶奶，这是演不下去，直接不演了吗？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扳倒晋升？我告诉你，只要还有你起在，你和安乐天这个废物就别想翻天！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这两个野种给我带出去！住手！张美兰，你好大的胆子！张美兰，你好大的威风啊！老爷，我这也是为了安家好啊！好一个是为了安家！你仗着我们安家的名义作威作福，还威胁江城名流和各界的记者，你只是想把我们安家往火坑里推吗？不是的，老爷，爷爷，奶奶只是一时糊涂，肯定不是故意的，是吧，奶奶？就是你，老爷，是他把这些记者带进来的，是他想害安家，这一切都是他做的。这些记者都是我请来见证项目重启仪式的。依你的意思，我也是安家的萨蒙星了？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再跟你讲最后一次，初夏是我们安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你要再敢对她的身份嚼舌头，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是，老爷。孽畜，孽畜啊！还嫌不够丢人吗？老爷，别打了，别打了！再打下去，秦生就要没命了。你还有脸说？我们安家的脸面都被你母子丢尽了。请大家看在我老头的面子上，原谅俊生刚刚的荒唐举动。亲家侄女，刚刚的事情确实是我安家的不对，改日老夫带上厚礼，亲自登门向你和秦老弟赔罪。你看这样如何呀？果然，
老爷还是在乎君生的。安爷爷，你是江城第一人，既然你都开口了，那我们秦家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求安家能出面澄清，还我一个清白。秦小姐都这样说了，安家的脸面咱们还是要给的。这也不是个什么大事呀，就当开个玩笑，活跃活跃气氛呗，是吧？对呀，是呀。就这么让安君生逃过了一劫，真是太便宜他了。安氏居然让这样的人当集团总裁，依我看啊，大家还是不要跟安氏合作好，说不定哪天就被安总裁拉到床上，凌空失了亲。还请苏小姐放心，今天我就除去安俊生安氏集团总裁的职位，新总裁由我长子安乐天执行。什么？什么？老爷，君生他就是犯了个小错，怎么？够了！你看看他现在的这个德行，还有一点总裁的样子吗？苏小姐，让你看笑话了。无妨。时间差不多了，既然闹剧结束了，那就开始仪式吧。好，那我现在宣布，我们蓝海度假村项目重启仪式正式开始。苏小姐，请。还不给我带下去！美女，一起来玩！安乐天，就是你！我怎么弄死你？小心！哎呀！安初夏，你竟敢打我爸，我跟你拼了！你敢上来一个试试？奶奶，你看他！你个大逆不道的丧门星，连你亲爹都敢打，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你有空在这指责我，不如好好想想，这种肉剧到底是谁造成？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还敢顶嘴！闹够了没有？他们苏家在大夏的地位仅次于我们安家。刚刚不是初夏，你们母子就将我们安家推向了万劫不复啊！大师当年果然没有说错，这安初夏他就是个可父可母的丧门星啊！你看他才回来几天，就把君生害成那样了。张美兰，爷爷，初夏不是丧门星，初夏只是想跟爷爷和爸爸好好生活。初夏当然不是丧门星了，相反，你一回来就给安家带来价值万亿的大项目，初夏是安家的大福星。老爷，我滚回去！禁足3个月，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踏出安家半步。什么？老爷！爷爷，求求你不要关奶奶和爸爸禁闭好不好？美女，来呀，来玩啊！赶紧把这个孽畜拖出去！丢人现眼，丢人现眼呐！爷爷！安俊生，比起当年你对我的，这只是开始。现在我宣布，蓝海度假村项目今日正式重启。合作愉快，安总裁。以后还请苏小姐
多多关照了。谢谢你的西装，今天的表现我很满意。爸爸，有戏哦！该死的安乐天，他怎么会知道就有问题？你把他交给九保，他知道应该怎么做。糟了！谁在那？韩初夏，是他，一定是他偷偷把酒给调包了。这个该死的丧门星，居然可算计我！站住！你爸现在对那个小野种心疼的紧，你现在过去只会是火上浇油。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的看着那个丧门星对下去？别忘了，安氏高层那现在可都是咱们的。对呀，二舅他们还在集团呢。只要咱们不开口，这个安乐天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过是个光杆司令。哎呀，妈老了，不能一直护着你，自己去做吧。这次别再让我失望。我的爸爸还是蛮帅的嘛，第一天上班加油哟，我的总裁爸爸。放心吧，爸爸肯定好好表现啊。我怎么就不相信呢？这样吧，你先去上班，一会儿我去集团监工。啊什么啊？快点走吧，一会儿迟到了。走。哎，你们不是我，安总早，我是您的秘书兼总裁助理徐荣。正好，我有事找你。安总，这间办公室您不可以进。你这什么意思啊？这里面都是上一任总裁的东西，根据公司的规定，必须由他亲自和您做了交接，您才可以进，要不然我给您换间办公室。行，好，请您随我来。给我读课，您请吧。这是你给我找的办公室？是这样的，咱们公司呢，目前办公室位置紧缺，这是唯一一间了，只能委屈您了。行，通知所有高层，我要召开高层会议。你愣着干嘛？快去啊！不好意思，安总，咱们这个会议怕是不能进行了。通知高层这点事儿，现在都办不到了。跟您说一下，张副总今天请病假了，孙总监要带他的母亲去产检，刘经理的猫生病了，还有够了！他们早不请假，晚不请假，偏偏我上任第一天集体请假，你们当我安乐天好欺负是吧？姐姐，你知道总裁办公室在哪里吗？啊，你是安乐天认领的那个杨女士吧？那边呢？这女人敌意很重。我操！哎，小初夏，你怎么来了？没事。老爷，这是大少爷今天到集团后的所有情况。好一个张美兰呐！安氏集团快成他妈母子的一言堂了。这些年，老夫人在集团内部安插了很多高层，我们要不要先看看乐天怎么处理？张有权他们扎根集团多年，我们如果不插手，
大少爷恐怕会吃大亏。如果他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他就不配坐在总裁这个位置上。况且，不是还有初夏那丫头吗？初夏小姐只不过是个孩子，她能帮上什么忙？初夏那丫头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呐。能够独自一人在外漂泊10年，可不只有这一点点办法呀。所以你第一天上班就被所有人孤立了？你是不知道，自从这个安俊生掌权之后，集团里面的高层几乎全换成他张家人了。就现在这个副总经理张永全，这是他二舅。今天的事儿都是他们安排的。爸爸，你是京都第一纨绔，拿出你之前嚣张跋扈的劲儿来，不就几个张家人吗？有什么好怕的？不是，现在集团里面的业务基本上都是他们张家人在执行，我怕动了他们，整个集团陷入瘫痪呀。要不然我能让这么个娘们骑我头上拉屎，给我安排这么个办公室，连个保洁都没有。你这不是还有我吗？朱夏，爸爸知道你也是为我好，但你就先别给我添乱了啊！给我1天时间，我保证把他们治得服服帖帖的。真的？你准备怎么做？对付这些坏人，就要快刀斩乱麻，绝不能给他们蹬鼻子上脸的机会。蓉姐，新总裁第一天上任你就给他下马威，不怕他以后报复啊？你懂什么？蓉姐是咱们公司的大动脉，集团的大小事务一直都是蓉姐在对接。安乐天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废物，他要是敢得罪蓉姐，安氏集团不得垮台才怪。哎呀，实话告诉你们吧，这安乐天嘚瑟不了多久了。安氏集团迟早是俊生少爷的，我劝你们一个个都放机灵点儿，到时候站错队，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安总，哎呀，作为下属，我有义务提醒你一下，这是集团，不是游乐场。我劝你不要带着你女儿到处瞎逛，对集团影响不好。影响不好？你什么都不是啊！徐荣是吧？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被开除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安总，我再提醒你一次，这是集团，不是游乐场。初夏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徐助理，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安总，我劝你想清楚，如果没有我，咱们集团所有的业务都是会乱套的。不要因为你的个人义气，影响了整个集团的秩序，这个责任你可担待不起啊！我会对接好集团所有业务，这点就不劳你操心了。你啊，自我介绍一下，安氏集团新任总裁秘书安初夏。安总，这也是你的意思？不错，从今天起，初夏就是新任总裁秘书。大家可都听到了，咱们新上任的安总竟然让一个10岁的小朋友当总裁秘书。安乐天，我原本以为你只是纨绔，没想到你脑子也不好啊！让一个小孩子来做总裁秘书，这安总裁也太胡闹了吧！这孩子小学还没毕业吧？还是赶紧找好下家吧。要是让安乐天再闹一次，就算是安氏也得破产喽。听见了吗，安乐天？你要是开除我，你这个总裁也当不下去喽。徐助理，这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能力？你个小屁孩，你有什么能力的？惠康基地项目本月新签经销商10家，首单平均金额有 90% 已达标。时代广场项目本地核心团队已搭建完成，下一周召集负责人在总部商讨推广计划。鼎盛百汇本周物流延迟，极有可能影响本月大促销活动，需要提前做好对接。盛世地产本月……你怎么会？徐助理，这些我说的都对吗？
这些资料我足足整理了半个月你才上午，怎么可能？没有人是不可替代，我不但能做，还能做得比你更好。还有谁不想干？我现在帮你们办理离职。二舅，这一次多亏了你啊！嗨，你是我外甥，我不帮你帮谁？不只是我，今天来的所有人都无条件的支持你。不错，这集团总裁的位置，安乐天他抢不走，也做不好。是吧，君生少爷，我们都会无条件支持你的。我们都支持你，少爷。各位长辈，你们放心，等我重新掌握集团，好处一定少不了大家的。君生，我听徐荣说，他连总裁的办公室门都没让安乐天进去，就直接给他发配到了杂物间。我估计啊，这个时间他还在那打扫卫生呢。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这杂种不到1天就认怂了。喂，喂，安总，我被开除了。什么？你掌握着集团所有的业务对接，就连安老爷子都不敢轻易动你，他安乐天是怎么敢的？是安初夏，他才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对接掌握了集团所有的业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行业顶尖人才，也不可能在半天内就熟悉掌握这么多集团业务啊！安总，那我怎么办呀？雪荣，你先别急，有张副总经理在，安乐天没有那个本事开除你。没错，我现在就把你调到我们部门。他想拿你立威，除非把我们全开了。什么？我被开除了？我也是，我也是。安乐天他是疯了吗？他到底想干什么？好，没想到初夏还是个商业奇才，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集团大小事务和组织构架全部梳理了出来。我们安家后继有人了。可是集团突然大换血，张家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备车，我亲自去集团一趟。是。咱们集团这个度假村业务呢，现在发展的很不错啊。接下来我安乐天，你凭什么开除我们？凭什么开除我们？安乐天，给我滚出来！你算个什么东西啊？竟然还敢开除我！你一个刚上任的毛头小子，凭什么开除我们？凭什么开除我们？凭什么开除我们？凭什么？凭什么？安总正在开会，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又是你这个丧门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孝的东西？我打死你！哎呀！安先生，请你记住，我爸爸是安乐天，我的孝也是给安乐天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里是安氏集团，你贸然冲进来，还要对我动手，我可以以寻衅滋事罪把你送到警局。还有你们聚众闹事，扰乱公司秩序，你们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你这孩子，在场的可都是公司的高层，你的长辈，什么聚众闹事，说话离轻没重，还不赶紧向各位前辈道歉？还在这愣着干嘛？还不赶紧散了！怎么认不出我是谁了啊？信不信我把你们全开了？张先生，如果你没有收到辞退短信，那我就当面再通知你一次，你被开除了。我懒得跟你这个小丫头片子掰扯。安乐天呢？让他出来跟我说话。
安总正在开会，你们要是想安总的话，可以先找我预约。安总裁最近很忙，如果想见面聊的话，还得等到下个月了。你说什么？别再跟这个死丫头身上浪费时间，直接冲进去！对，冲进去！我看他们谁敢拦我们！冲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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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我不敢出来见人了？谁说我不敢出来见人了？安乐天，你凭什么辞退我们？就是，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凭什么？就凭你们无故旷工，以下犯上，结党营私，不听从集团命令，这些理由够不够？少在这血口喷人！好，那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集体旷工，现在又集体闹事？就算张副总经理犯了一些错误，可开不开除他，也得经过集团高层的决策，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就不怕董事会怪罪吗？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钱总裁，乐天，有权他们可都是你叔叔，妈向来不掺和集团的事务，但这一次你确实太过分，在还没有酿成大错之前，赶紧给凤叔叔道歉。奶奶既然不想掺和，那为什么有人说我安氏集团已经开始姓张了？你这孩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初夏现在是我的总裁秘书，在这儿他的话语权比你们所有人都重。现在你们可以滚了。大哥，你该不会以为你当上了总裁就稳操胜券了？还有什么手段？机关使出来吧。自然是要弹劾你。在场的各位都是集团的高层，他们有权利开高层会议，在会议上提议罢免你这个总裁经理。对，我以集团副总经理的名义发起高层会议，罢免安乐天的总裁之位。我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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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是谁要罢免我儿子？老爷，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爸妈这么做也是为您好，他是怕安乐天毁了您打拼下来的心血啊。是啊，董事长，安乐天他顽固成性，无法无天，他把我们全部给开除了，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要是任由他胡闹下去，集团真的要完了。是爸，安乐天根本就没有能力管理集团。他闭嘴！上次留的烂摊子，我还没找你算账，你还有脸说乐天？还有你们，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今天就是乐天把你们开了，也是你们咎由自取。爷爷，属下，爷爷果然没有看错你。你这次总算有点总裁样，不过张有权他们毕竟也是公司核心部，未经董事会研究把他们开了，确实有点不符合规矩。你们既然认为乐天不适合做集团总裁，那我今天就给你们个机会。7天以后我会召开董事会议，你们想要什么可以自己凭实力来取。爸，你的意思是我也可以？我奉劝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或许最后走的人就是你们也有可能。我知道了，爸。正好我处理集团账目的时候，发现了一笔大量资金缺口，似乎一直有人在偷集团的钱，我会把这个小偷揪出来，在董事会上公开。属下，你说的这都是真的？走，我们去办公室说。走。100多亿，100多个亿呀！这还是账本上，我安氏怎么就出了这样的蛀虫？
岂有此理！当真岂有此理！查，一定要查清楚，所有相关人员严惩不贷。爷爷，你放心，我和爸爸一定会查清楚的。这笔财务漏洞牵扯太大，尤其是小妈那边，我担心。你担心什么？畏首畏尾，还没有出下一个小姑娘，杀伐果断。是，保证完成任务。哎呀，这下完了，怎么办呀？他要查到什么不就完了？查出点什么了？不就完了吗？哎，你们说这小丫头是在诈咱们，还是说她真查到什么了？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还真把你给唬住了。也是啊，蠢货！你在那个小野种身上吃了多少次亏，还没长记性？你确定都处理干净了？哎呦姐，那可是跨国性的大集团，我哪敢确定啊？那小丫头如果真查到什么了，姐夫不会对我们动手吧？她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咱们可招惹不起啊！哼，人是活的，数据是死的，解决不了提出问题的人，那我们就把问题解决了。小初夏，这次多亏了你，当爸爸呀，喝了出了口恶气。一想到安俊生他们那个憋屈的样子，我心里就得劲儿。你是我爸爸，我当然要听你。只要我们找到集团账目的证据，他们就彻底完蛋了。对，还想通过董事会弹劾我，等我找到证据，先清算他们。哎，对了，小初夏，我还没问过你，你的商业知识跟计算能力都是哪儿学的呀？我虽然没钱上学，但是我一有空就去图书馆看书，趴在教室的窗边听课，这些都是我从书上和课堂上自学来的。哦，我就知道，就算是笨爸爸也没那么好忽悠。小初夏，以后有爸爸在，一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再也不过苦日子。徐荣，徐荣，你干什么？你这样会坐牢的！初夏，让开！什么？该死！安先生，对方坚持自己是私人报复行为。不是，这就是安俊生指使的，我要求你们立刻把他抓起来。没有证据，我们无法抓人。怎么就没证据了？这不是我明摆着的吗？这……爸爸，算了，那就麻烦叔叔了。如果案情有新的进展，希望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当然，带走。这个安俊生太卑鄙了。小初夏，这次咱们可能真的要认栽了。认栽？好戏才刚刚开始。还真是被那个小野种给查出把柄了。这个丧门星差点害死我。姐啊，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哎，俊生，徐荣他靠谱吧？不会把我们都给卖了吧？放心，徐荣他妈重病，我已经承诺会替他承担所有的医药费。为了他妈的命，他也会乖乖闭嘴。这回总算干了件正事。等董事会召开，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让安乐天万劫不复。小书记，爸爸知道你不甘心，但是都几点了，先回去睡觉啊！你一个人耗在这儿，这数据也回不来啊！爸爸，你看这是什么？什么？小书记，你怎么办到的？之前的账目数据确实无法复原，但原始数据保存在集团总机上，徐荣他没有权限删除。小书记，你太厉害了！不过原始数据太过庞大和复杂，想要得到原先的数据，还要进一步的筛选和统计。小书记，那这些数据你统计完要多久？只靠我一个人的话，最少需要1个月。啊？还有7天就董事会了，时间根本来不及。笨爸爸，要是多来几个人呢？对啊，不行，现在集团里面都是安俊生的人，时间紧迫，根本没有能帮咱们的人。谁说没有人帮忙了？谁说没有人帮忙了？苏欣雅，苏姐姐，苏姐姐，你来了。看到你给我发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就赶过来帮忙了。安先生，这里都是我苏氏集团的高级会计师，如果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就让他们留下来帮忙。哦，信得过，当然信得过。欣雅小姐这次能来水中送炭，我真是太感动了。谢就不必了，就当还了你上次借我西装替我解围的人情。何况你虽然看上去讨人厌，但比起安俊生，还是要顺眼一点。这下好了，有了苏姐姐的帮忙，不过3天，数据就能复原了。冲！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所有人业绩翻倍。谢谢苏总。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安总，你要不也休息一会儿？不用，最难的活儿，欣雅跟小初夏都办完了，熬个夜算什么？大家也辛苦了，我已经给大家订了咖啡和早餐。安总万岁！这家伙似乎也没那么讨厌。小初夏，你醒了？我刚刚睡了多久？怎么没人叫我？好了，你做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就行了啊。可是你就相信爸爸吧啊！爸爸也不想一直当一个只靠你跟欣雅的废物。好了，就让你爸自己来吧，有我盯着，不会出问题的。没错，况且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干。更重要的事儿？噔噔噔噔，怎么样？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最重要的事儿当然就是去学校读书上课了，记不记起？意不意外？读书啊！原来我昨天无意的一句话，他真的记在了心上。前世因为安俊生一句不能让一个乡下野丫头在外丢人现眼，就直接剥夺了我进入校园的机会。如今我终于能够上学了。走，咱们玩那个去。安初夏，谁让你这个乡巴佬来这里的？赶紧出去！我和你说话，你听到没有？如果不想再被打的话，那就赶紧让。安初夏，这里是朝阳贵族小学，在我的地盘上，有本事你再打我一下试试。安莹莹，你除了会仗着千金小姐的名义在外嚣张跋扈、恃强凌弱，你还会干什么？真是丢尽了安家人的颜面。我再强调一次，我是安氏集团千金大小姐，她充其量就是个二小姐。你们真的要为了她得罪我吗？你们别听他的，他就是个乡下来的低贱货！你个下等人，我要撕烂你的嘴！安莹莹，今天我心情好，就不和你计较。下次见到我，记得绕道走，别脏了我的眼睛。安初夏，这个客死亲妈、被亲爸丢弃的丧门星，你就是个没人要的可怜虫！你凭什么装出这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说什么？把你刚刚说的再说一遍。你一出生就是个灾星，不但渴死了。你骂我下等人也好，找人堵我也好，这些我都可以不和你计较。但你偏拿着我去世的母亲说事，我要给你个刻骨铭心的教训。你想做什么？你还敢打我？你们赶紧拦下这个疯女人！问我平时我给你们多少好处吗？今天谁敢拦我，我安初夏和他不死不休。莹莹，我不敢。你们一群废物，赶紧过来救我！当着众人的面，你只需要向天对我妈磕3个响头，我就能饶过你。就你那下贱早死的母亲，也想让我磕头道歉？你做梦！这可是你逼我。安初夏，你敢！安初夏，你敢！爸，你们总算来了！你们要是再不来，我就要被安初夏欺负死了！你这个小野种，居然把安莹莹伤成这样！周夫人，你自己没有管教好你的女儿，让她在这里满嘴脏话，我只能代为管教。不过我看你一口一个小野种，安莹莹没有教养，也实属正常。毕竟有其母必有其女。叫谁没有教养？学生，你就看这个小野种，气在我们头上撒野呀！安初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不想对你动粗，你现在马上给莹莹母女道歉。安俊生，你是聋了还是忘记了我是谁的种？他一口一个小野种，你不去质问他，还要让我道歉，你脑子是进水了吗？我妈说的对，你就是个野种。你还不知道吧？你妈死后骨灰盒到现在还放在殡仪馆，没有葬进安家祖坟。你自诩为安家大小姐，结果你亲妈连死都没得到个名分。他说的都是真的。你本来就是个灾星，你妈也是个祸害，我断不可能让你妈入我安家祖坟，断了我安家100年风势。好一个灾星，好一个祸害！安俊生，我妈可曾有半点对不起你？
你如此诋毁一个爱你入骨、为你10月怀胎的人，你良心不会痛吗？既然安家容不下我妈，容不下我，那我今日就判处安家，哪怕就我一个人，也要替我妈讨回公道。谁说安家容不下你？小初夏啊，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爸爸给你撑腰啊？初夏，你妈骨灰的事情，我跟爷爷并不知情，但是我保证，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初夏，没有必要为了这种人渣伤心，你值得更好的。原来这一世，我真的不再是一个人了。大哥，你有心思在这担心安初夏，你倒不如好好想想5天后的董事会你该怎么办。安振生，你真以为找徐荣删了那些数据，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说的对，我没有多余的功夫跟你浪费口舌。等董事会的时候，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你什么意思啊？小初夏，咱们走。安乐天，你什么意思啊？安乐天，你到底什么意思？来，初夏，快尝尝爸爸的手艺。好吃。苏姐姐，你也尝尝。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那当然了，俗话说得好，抓住女人的心，就得先抓住女人的胃。哥们儿当年纵横情场那么多年，靠的就是这手。哎呀，当然这些啊都是过去式了。西安，为了你，我甘愿放弃整片森林。不必了，安大少，你还是去拥抱你的森林吧。不过初夏，今天的事儿倒是给我一个启发，你觉得我做你的干妈怎么样？干妈？其实我一直都想有一个你这么聪慧乖巧的女儿。没有必要为了这种人渣伤心。能做苏姐姐的女儿是我的荣幸。太好了呀！以后我是他干爸，你是他干妈，那咱俩……安先生，我是初夏的干妈不假，但是我们两个各论各的，我劝你不要想太多。这就是有家的感觉吗？真好。俊生，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爸，今天我在学校丢人丢尽了，要是不狠狠整治安初夏，以后我都没脸去上学了。再过几天，集团就要召开董事会，到时候我会联合董事会罢免安乐天的职务。只要没有了安乐天的庇护，仅凭一个安初夏，还不是任由咱们拿捏？到时候我要让安初夏当着全校人的面给我下跪道歉。不好了！俊生，不好了，出大事了！那些账目数据明明已经被徐荣给删除干净了，他和安乐天是怎么复原的？现在不是关心他怎么做到的，一旦被安乐天拿到那些关键数据，你、我还有你二舅他们都得完。俊生，我们爷爷这么小，你快想想办法呀！我想什么办法？经过徐荣这件事以后，安乐天肯定加管人手，再想彻底删除数据，根本就不可能了。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谁？安初夏。什么？安乐天视安初夏如姐出，如果是安初夏的话，绝对能够进入办公室，把所有的数据全部删除掉。话是这么说，可安初夏能帮咱们吗？说到底，你依旧是他的亲生父亲。这血浓于水，你只要跟他好好认错，答应以后好好对他，他肯定不会对你见死不救的。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妈，今天在学校，你妈死后骨灰盒到你妈也是个祸在这屋我断不可能让你妈入我安家祖坟。
断了我安家百年风水。臭货！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却都在出现，你们是狗吗？啊，那谁知道安乐天还藏有后手啊？是啊，妈，要怪只能怪那野种，要不是他把我们莹莹打成这样，我们也不会这么做呀。奶奶，你看我被他打的，老给我闭嘴！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必须给我取得俺初夏的原谅！小初夏，爸爸已经派人去接你了。今天爸爸要给你个大惊喜。哇，什么惊喜啊？好期待啊！秘密，等你到了就知道了。安小姐，请上车。安小姐，安先生已经在里边等着你了，里边请。这就是笨爸爸给我准备的惊喜，阵仗还蛮大的。爸爸，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吗？太棒了！怎么是你们？初夏，爸爸为你准备的这些礼物还满意？初夏，昨天的事情，奶奶都听说了。奶奶呀，已经很严厉的批评了他们。这不，今天呢，就带他们过来给你道歉了。安先生，奶奶，我不知道你们又要耍什么花招，但是我还是劝你们不要白费力气。初夏，爸爸呀，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之前所犯的那些事情，想给你道个歉而已。啊，是啊，我们知道错了。初夏，你看你爸爸妈妈都已经给你道歉了，你呀就原谅他们吧。他们才不是我爸妈，现在不是，以后更不是。想让我原谅也可以，让他下跪给我生母道歉。你说什么？让他下跪给我生母道歉。你说什么？爸！初夏，是不是只要莹莹跟你道歉，你就原谅我？没错，他昨日出言诋毁我母亲，现在只要他下跪磕头道歉，昨日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莹莹，马上给初夏道歉。爸，你让我向他磕头道歉，我不要。道歉，否则你以后别想在俺家的门。爸，奶奶，妈，莹莹，只是下跪道个歉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乖啊。对不起，声音太轻了，我听不见。对不起，我不该说你妈妈坏话，我错了。行了，原谅你了。看清楚了吗？不管是谁，只要影响了安俊生的利益，他都会义无反顾的抛弃。他就是这么自私自利。初夏，现在是不是可以原谅我们了？原谅你们了。原谅了就好，原谅了就好。初夏，你看看这个包间，奶奶呀，一大早就开始装扮了，还喜欢吗？这个包间很好看，这些都是我在梦里幻想的。喜欢就好，来，咱们吃饭啊。我说的是以前，现在我只觉得恶心。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走。安初夏，你敢耍我？
这怎么还没来？这都快下班了。对不起，咱该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小初夏之前都是秒接的，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快跟我走！我的人告诉我，初夏被安俊生给接走了。什么？安初夏，你敢耍我？我都说了原谅你们了，我要怎么耍你们了？哎呀，初夏，既然你都已经原谅我们了，那奶奶请你帮个忙。果然，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说吧，有什么事情？初夏，奶奶呢，知道安乐天那边已经恢复了集团账务数据，奶奶呢想请你帮个忙，把那些账务数据全部删除掉。原来是这事啊！不行，初夏，怎么说？这俊生也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怎么忍心看他被赶出安家，甚至承受牢狱之灾呢？忍心？怎么不忍心？这就是我期盼的双喜临门。妈，我早就说过，和这个小野种打感情还是没用的。安初夏，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帮还是不帮？我不帮，你能拿我怎么样？好，不帮是吧？那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门！我看谁敢做我宝贝女儿！安乐天，你怎么来了？我宝贝女儿都让你拐走了，你还问？安俊生，你有脸吗？什么叫拐？我只是和我亲生女儿叙叙旧，怎么了？你自己信吗？小初夏，他们要是欺负你了，你给爸爸说，爸爸一定饶不了他。爸爸，我没事儿，不用理他们，我们走吧。等一下，安俊生，我还没找你算账，你非得凑过来找打，是不是？大哥，其实咱们两个兄弟之间没必要那么剑拔弩张，我们也可以和平共处啊，对不对？爸爸，他们刚知道集团账户数据刚恢复，就让我把数据全部删掉。安初夏，你……我说怎么转性了呢？二弟，还有3天，董事会就召开了，好好享受你们最后的时光。哎，乐天，你别走，我们有事好商量。哎，乐天，初夏，刚把集团数据整理好，爷爷就叫我们去吃饭，真是一刻都闲不了。正好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这下安俊生和战友权就穷途末路了。走，站住！来都来了，走什么？过来坐下。乐天，初夏，快坐。还是我们初夏懂事。乐天，今天梅兰带着俊生过来，主动承认了错误，承认动了集团的账目。那是他们知道自己也藏不住，只能坦白。好了，都是一家人。今天叫你过来吃饭，就是让你们做个私了。乐天，你是小妈看着长大的，那俊生也是你的弟弟，你怎么忍心亲手把你弟弟送进监狱呢？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你小妈和你弟弟跟你说话呢，聋了吗？爸爸，
爷爷虽然说让我们查验到底，但虎毒不食子，你还是见好就收，趁机多提点条件吧。行，想让我不上报董事也可以，不过我有3个条件。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啊！把你们这些年贪的钱都吐出来。好，我们回去就筹钱。第二，把小初夏他母亲安葬在安氏祖坟。什么？你想让那个晦气女人进我安氏祖坟？你让那个晦气女人进我安氏祖坟？安先生，需要我再提醒你一次吗？你口中的晦气女人是我10月怀胎的生母，是你明媒正娶的合法妻子。那又怎样？反正我不。够了！安俊生，初夏的母亲是我儿媳，是我们安家的人，这件事容不得你反对。初夏，选个吉日，去把你母亲接回我们安家。谢谢爷爷。怎么样，爸爸答应你的事儿没骗你吧？第3个条件是什么？说吧。第3，我要你交出你名下所有安氏集团的产业和股份，并且永远不插手安氏集团内部事。这不可能！那就没得谈了。初夏，咱们走。大哥，前2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这第3个条件，你是非要对我赶尽杀绝吗？我想你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我能坐在这儿跟你谈，已经是看在兄弟情分上留你做事。如果我把这些事情上报董事会，你不仅会一无所有，还有牢狱之灾。爸，你的面子我已经给了，至于接不接受，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我吃饱了，先走了。乐天，你别走，我们再商量商量。老爷啊！别管我爸，我对你们母子已经仁至义尽，你们好自为之吧。老爷，君生，这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真的要按乐天说的去办吗？做梦！既然安乐天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鱼死网破了。初夏，你真是有心了，还知道给你爸爸买蛋糕。今天董事会召开，爸爸马上就要彻底清除安俊生他们，成为安氏集团真正总裁，当然要买个蛋糕庆祝一下。上！乞丐！放开我！这是知道自己要玩完了，所以直接不敢来跑路了。各位，我是安氏集团现任总裁安乐天。今天，我想向大家去世。乐天，现在董事会成员都在等着你汇报工作，你现在要去哪？你好好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儿。安俊生，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卑鄙。卑鄙怎么了？这都是你逼的！要不是你和安乐天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又何至于此啊？安俊生，我劝你现在就放了我，否则等我的人找到我，我绝对不会饶了你。苏总，你觉得我做了这种事情，我还会怕？我知道你们苏氏能量很大，所以我已经告诉安乐天，半个小时之内必须过来。他要是到不了，
就只能撕票，然后逃跑。安俊生，欺负2个女人算什么男人？范乐天，你还真敢来呀！安俊生，你的所作所为，爸已经全都知道了。我劝你最好回头是岸，否则整个安家乃至江城都不会有你容身之处。我呸！别给我提爸！自从他上一次对我见死不救，逼着我把所有的产业和股份让给你的时候，我和他就已经断了父子情分。我只是没有想到，你竟然真的会蠢到一个人过来。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就没想着让你们活着出去。我得不到的东西，就算是毁了，也绝对不会白送给你。安俊生，你敢？别着急，等我杀了他，我就送你们2个一起上路。安俊生，让你的人放我们离开。就是你坏我的好事！安初夏，自从你回到安家，我所有的事情都一蹶不振。恨，我当初就不应该心软，就应该把你和你妈一起杀了。说什么？你说什么？我妈不是因为生我难产而死的。没错，你妈是不傻的，说什么大出血难产，就是我伪造的假象。为什么？因为我根本就不爱你了，我爱的人是钟月。和你妈在一起，我根本就不信我只有杀了她，我才能和钟月在一起。原来我没有克死我妈，我也不是什么丧门星，我不是。怎么，现在知道了真相，是不是很恨我妈？有本事你就杀我！杀了我，你这一辈子都要背着弑父的名声，你敢吗？不敢，不敢就把刀拿到一边去！和你妈一个德行，天生就长着一张讨人厌的脸。安俊生，你害死我妈，又让我过上2世生不如死的日子，我不管背上弑父的罪名，我也要让你血债血偿！不要！不要！爸爸！小初夏，你还年轻，还有大好的人生，没有必要为了这种人渣拖累自己。他说的没错，初夏，就让坏人接受他应有的惩罚，法律会给你们个公道。爸爸，你的手都划破了，疼不疼啊？你要是有什么3长2短，让我怎么面对你？没事，这就是皮外伤，爸爸一点都不疼啊！全部住手！给我拿下！苏小姐，安先生，你们没有事情吧？安俊生企图绑架和杀人未遂，快把他抓起来！老婆，娘娘，家里我们待不下去了，剩下东西我们快走了。医生，你怎么回来了？老婆，你连行李箱都准备好了，事情复杂，我们先走，路上我再跟你解释。我先收拾我的东西，你们在下面等着我啊。月，行李准备好了没有啊？我刚才收到消息，安俊生已经知道你倒台了，现在蓝宝队在全城通缉他，我们还是赶快。我的月，怎么回事？反正你都已经看到了，我实话告诉你，我爱的其实一直都是刚，
你在一起帮什么钱啊？我家月月已经把话说得够清楚了啊！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赶紧逃命去吧！刚哥，我已经把安俊生放在家里所有的金物珠宝首饰全都打包，错在后面被衣食无忧了。好，不愧是我的小宝贝儿，来，亲个。这些狗男女，我杀了你们！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就你还敢打我？就你还敢打我？就你还敢打我啊！看在你把财产都给我们的份上，我今天就放你一马。去你妈！宝贝儿，我们走。哎呦呦，到爸爸这儿来。哼，你才不是我爸爸！对，忘记告诉你，莹莹也是我跟刚哥生的孩子。你说什么？这个贱人！安总，感谢你救我，你这把我老婆和孩子照顾得这么好。你放心，这以后啊，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他的。怎么，宝贝儿？安初夏，安俊生就在屋里头，你们快去抓他呀！对，你们要抓就抓他，我们绝对不拦你们，可千万别怪在我们头上。没想到安俊生爱惨了的老婆和女儿，在他出事的第一时间光速切割，也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感受。安初夏，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报仇就去找安俊生报去，我们还有事，就先走。狗男女，给我去死吧！主任，你没事吧？这个贱人把我害得这么惨，你以为就能这样一走了之吗？今天老子就是死，要拉着你一起！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们救救我！救救我！初夏，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还有你母亲的死，都是这个贱人蛊惑的。我现在就杀了他，给你妈报仇。安君生，你这是什么意思？爸，你干什么？你放开妈！滚开！小杂种，我不是你爸！初夏，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听这个贱人的话。我亲手杀了我自己的结发妻子，还将我的亲生女儿抛弃荒野，可结果呢？我还被他绿了，就连孩子都不是我的种。我恨，我恨啊！其实我知道错了，君生，我好不好？我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求你原谅我，君生。你把我害得这么惨，我还能有以后吗？朱家，我现在就杀了他，给你和你妈报仇！住手！妈！
现在已经杀了他，替你和你妈妈报仇了，你开心吗？开心。安君生，你现在还是如此的自私，你有没有想过，真正该死的人是你？你总是习惯性把自己的错怪在别人头上，你可曾想过，你才是一切祸端的罪魁祸首？作为丈夫，你杀死我妈，杀死了最爱你的人；作为父亲，你将我丢弃荒野，在我归家之后，对我百般冷眼和苛待。现在你说为我和我妈报仇，也是你自己泄愤找的理由。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垃圾。初夏，小心！平日里他憋得太辛苦，这次就让他把心中的怨气都发泄出来。安君生，你现在落得了一个妻离子散的结局，才悔不当初，感叹遇人不淑。可我看来，这就是你的报应。报应？这就是我的报应。安君生，我要是你，现在就拿着匕首自尽，给自己留一个体面的结局。自尽？主家，你说的对，或许只有我自尽了，才能了结我这罪恶的一生。既然你信我这样，那我就满足你。主家，爸爸临死前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我能不能牵一下你的手，请你叫一声爸爸？你不配！我不配，我不配！初夏，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爸爸，你说我是不是太狠心了？这一切都是安君生咎由自取。如果你不想，就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爸爸永远支持你。感谢各位参加蓝海度假村项目竣工仪式。现在，我正式宣布，蓝海度假村项目大获成功！希雅，说咱们这项目也完工了，那咱们的关系是不是也能进一步了？那要看你表现了。笨爸爸，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追啊！方初夏，等着我，马上把你干妈变成合法妈妈。